我是 Dr. NCN。今天我要讲的是每颗植物性切酵液与 ESG 的连结。等一下，我们连什么是 ESG 都不知道，怎么听得懂啊？哎呀，我知道了，等我一下哦。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ESG 吧。大家知道 ESG 是什么的简称吗？首先是 Environmental 环境保护，也就是评估公司对环境的影响，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和碳足迹等。接着是 Social 社会责任，例如供应链、劳资关系、客户隐私等，评估公司如何处理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再来是 Governance 公司治理，关于公司管理和透明度的评估，例如董事会的组成和内部审计等。所以说 ESG 就是公司在社会责任以及永续发展方面各种评估表现的简称。你讲的好抽象哦，我还是不知道要准备什么耶。不用担心，其实政府的金管会对于永续发展路径图和资讯揭露规范都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于是这边有4个重点总结要给大家，它们分别是永续报告书、温室气体资讯、永续指标以及公开资讯申报。我有问题，那些又是什么东西？跟 ESG 有关联吗？可不只是有关而已，如果没有按时交作业的话，就要小心之后的处罚哦。如果内容不实的话，还有可能会负上法律责任呢。讲完了处罚，现在来讲要怎么执行吧。公司治理 3.0 永续发展蓝图。首先是永续报告书，只要是资本额20亿以上的股票上市公司，从2023年起就要依照金管会的规定揭露 ESG 的永续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要参考 GRI 通用准则和 SASB 准则来编写，并且揭露气候变迁的风险与机会及因应措施，也就是 TCFD。你刚刚说要照规定写报告，可是如果我们公司的资本额不到20亿呢？对了，我正要说这个呢。温室气体资讯揭露。金管会发布的永续发展路径图当中，将上市柜公司依照资本额分成了3个类别，分别是资本额100亿元以上及钢铁水泥业的公司，资本额50到100亿元的公司，还有资本额50亿以下的公司。所以说，无论公司的资本额有多少，都必须按照永续发展路径图的时间进行资讯揭露。其中当然也包含了资本额不到20亿的公司咯。每一类的上市柜公司除了个体盘查、合并报表子公司盘查，还要接受第三方确信。最终的温室气体盘查期限是在2027年，完成第三方确信时间则是在2029年哦。我知道了，所谓的温室气体盘查和第三方确信，就是必须写进永续报告书的内容，对吗？可以这么说，不过除了温室气体资讯之外，还有其他重点要注意。产业必要揭露之永续指标。金管会参考了 SASB 订立的8类产业永续指标，其中总共有5大构面和15项议题。下个阶段还会再推动更多产业永续指标，而且特定产业像是食品、餐饮、化学及金融保险业，都必须取得会计师的意见书才可以哦。虽然你讲了这么多，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教这些东西啊。别急，接下来我要介绍最后一个重点了。公开资讯观测站资讯申报，仔细听好咯，所有上市柜公司都应该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6个月内，在公开资讯观测站申报金管会规定的资料，其中除了董事会与股东权益外，还有企业 ESG 相关资讯，
包含企业 ESG 资讯揭露、温室气体排放及减量资讯、永续报告书等。也就是说，资本额20亿以下，非金管会强制要求编制永续报告书者，也都要在每年6月30日前完成申报哦。现在大家都知道 ESG 的重要性了吧？可是刚刚提到的都是上市柜公司吧？如果我们不是上市柜公司的话，还需要在意这些吗？当然了，虽然非上市柜公司和中小型企业没有金管会的压力，但是不执行 ESG 的话，有可能会对企业造成几种影响，像是较高的金融风险、负面的品牌信誉以及订单减少的压力，这些都是企业应该考量到的事情哦。而且确实执行 ESG 的话，也可以为企业跟投资双方带来不少好处呢，像是降低风险和投资成本，提供更高的股本回报，投资者能寻找符合他们社会责任目标的投资机会，企业也更容易进行相关环境、社会和管理承诺的评估，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最后，让我们讲回今天的重点，每颗植物性切削叶与 ESG 的连结吧。每颗植物性切削叶采用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生产、绿色制成，来达到绿色循环的概念。作为低碳、环保、可再生的产品，每颗植物性切削叶也能满足企业在 ESG 实践方面的需求，像是在环境保护方面，每颗植物性切削叶使用植物油作为主要成分，可以降低加工异味，减少废水产出，不仅减少环境污染，也保护了作业人员的健康。至于在社会责任方面，使用每颗植物性切削叶，保护了员工健康的同时，也可以降低企业的碳排放量，向社会展示企业的责任感，更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安全感。最后，在公司治理方面，每颗植物性切削叶从源头到生产销售都有层层把关，符合规范要求进行，保障企业的合规性跟透明性，充分展现企业良好形象和品牌价值。所以说，还在为 ESG 苦恼的企业们不用担心，因为美科会是您最好的助力。Your success, we make it happen。选择美科，成就美科。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MCM Super.